当初呢不听家人的劝呢，花了220万在这个位置买的1楼带花园的房子。如今呢5年过去了，我和我的家人全都后悔了。他后悔呢让我不要买这个房子，没有强制的阻止我。我后悔呢主要住在这里真的太糟心了。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，1楼的话，你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吗？白天呢我不敢开窗户，晚上呢更不敢开，里面的蚊虫特别多，家里面到处都是蟑螂啊，各种虫子，那种杀虫剂啊喷了一遍又一遍，但是就是干不了，搞不净，驱虫药啊什么之类都搞完了，都没有什么效果。说实话，这个绿化确实不错，你看这眼前一垛一垛的草，这空气有多么的新鲜，在这个一年都是四季如春的。因为只有在秋天冬天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才会树啊，它有的树叶它是冬天不会凋落的。早知道就买高层了，高层的话视野无敌，能够看到整个附近的一个全貌，空气也清新。说实话，花220万买1楼带花园的房子，我比别人本来就贵了50万块钱，因为这个花园也要算钱的，你以为是免费送给你的？当初为了抢这个位置呢，说实话还给了茶水费啊。早些年的那个房子啊，就是买到就是赚到，现在的房子亏了我不说了，我自己住。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觉得亏了之后，因为他看到他的资产缩水了，我其实挺乐观的。但是呢，虽然说我的资产也同样缩水了，但是我的房子不会卖，我至少可以在我有生之年，我的孩子也能住，我也能住。但是这个房子买完之后确实挺糟心的，有时候这上面还有高空抛物。高空抛物一般不是那个，就是一些碎石块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可能是墙体上面掉下来了吧。反而掉到这里之后呢，一下子这里咚响一下，那里咚响一下，搞不好晚上还以为有什么蛇啊、什么昆虫啊从这里跳来跳去的，还以为什么动物跑过来了。一过来看才发现是个小石块。说实话，这边的防水还是挺好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啊，这个水啊有时候会渗透到家里来。你看这个水坑里面水都还在这里接着在，看到没有？这其实有排水沟的。基本上呢，雨一大了之后可能会渗透到家里来。这个一大之后，地里的地板啊都不敢搞木地板了，之前都是木地板，全被泡坏了，后面又重新修了一下。你看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碎石块。说实话，这个1楼带花园的房子，当时买的有多爽，现在就有多么糟心。真的是住1年后悔1年，1年不如1年。真的，要不是房子降价了，我早就把房子给他出手了。现在卖了，奈何太亏了，又没有看到更好的房子，手上资金又不够。说实话，这空气确实好，环境确实优美，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房子呢，这个花坛好像给我了，又像没给我，因为别人随便都可以过来到我这花坛里面走采呀。而且这个花坛呢，我还要定期去打理它，采就是去修剪了之类的。虽然小区呢有物业的人会去修剪，但是没有自己修剪的精细啊，对不对？别人干活是毛毛糙糙的，这边的话也不需要我想种点什么我就种点什么。说实话，这一点是比较自由的。但是呢，我以前种过，比如说夏天呢种点西红柿，种点西瓜，然后还种点小番茄，种点茄子、黄瓜、辣椒。可是好景不长啊，这个雨呢老是出不去，所以再包括呢种也种不活，种活了之后老是被邻居给偷走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索性呢就不种了，种点花花草草什么的。可花花草草也是一样招不住邻居的祸，照样把那东西给他摘走了，花也摘走了，吃的都给他摘走了。你说我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嘛？所以呢，人过来过去的时候，这边都秃噜皮了，看到没有？草地上面草都没了。说实话，坐在这里还是比较糟心的，生怕上面高空抛物啊，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。多花了钱不说，还真的是买罪受。奉劝那些还没有买房子的朋友啊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像这样的房子，一个是下水道的排水问题，第二个是这个蚊子的问题，第三个是花园真正的属于你自己吗？我觉得不属于我自己，可能我就能在这里多走几步路吧，就感觉下楼方便，不用坐电梯，不用爬楼梯，无非就这点好，其他的真的是一无是处。不信你们就买一套试一试，看看是否这样的。